大家好，欢迎收看扣码电竞。今年含金量最高的3个赛事已经结束了2个，在亚运会 LOL 项目的比赛中 ，LPL 选拔出来的中国队阵容被韩国队横扫，季军战甚至被越南队拿下1分，观众大失所望。亚运会想要复仇还得等4年，但在这个期间 ，LPL 却迎来了一个重磅消息。前几年电子竞技入奥一直是大家讨论的焦点话题之一。几次相关消息显示，电子竞技入奥的可能性很低，而且过程中有国际奥委会的人贬低电子竞技项目，认为电竞项目存在暴力元素，不配入选奥运会，引起大量观众不满。电竞入奥是没能成功，但是成功入选了亚运会项目。5年前的雅加达亚运会，电子竞技是表演赛项目，而最新的杭州亚运会，电子竞技已经成为了正式项目。在这次亚运会成为正式项目后，后续电子竞技可能会成为亚运会的常驻项目。据统计，全球有约30亿人玩电子游戏，其中超过5亿人对电子竞技特别感兴趣，包括虚拟体育和模拟体育。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为34岁以下的年轻人。巴赫表示，这一点让国际奥委会非常看重，因此自2018年以来，国际奥委会一直以全方位的姿态介入电子竞技项目的发展。因此，电子竞技入奥又成为观众们探讨的话题之一。在这个过程中，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对外宣布，正在考虑举办电子竞技奥运会。在国际奥委会第141次全会开幕式上，巴赫是这样说的：“我已经要求新的国际奥委会电子竞技委员会研究创办奥林匹克电子竞技运动会。”意思就是说，将这份工作给到电竞委员会，电竞委员会肯定会全力以赴，把各方面都处理好了，各方面达成一致的话，就会顺理成章地举办电竞奥运会了。需要注意的是，巴赫说的是电竞奥运会，不是电子竞技进入奥运会，应该是单独举办的一个只有电子竞技项目的奥运会。如果是这样的话，电子竞技又会多出一项含金量极高的赛事，而且电竞奥运会肯定是会将目前全世界范围内流行的所有电竞项目全部包含在内，这样电竞奥运会就会完完全全成为电竞迷的盛宴，不像亚运会一样只有几个项目入选。LOL 项目方面，中国队迎来了复仇的机会，只不过电竞奥运会的举办时间不能确定，而且存在不能举办的可能性，到时候得等国际奥委会的消息。如果有的话，中国队可以吸取一下这次亚运会选拔的教训，选出更好的团队参赛。到下一个选拔周期，中韩2队肯定会重新洗牌，到时候孰强孰弱还真说不定。个人认为，中国队其实在很多项目上都存在竞争力，但似乎没有具备统治力的项目，届时奥运会很多项目估计都得努力去拼冠军，尤其 LOL 项目真的相当关键。但是虚拟体育毕竟与传统体育运动有较大区别，包括虚拟体育运动的不稳定性，例如游戏版本升级换代会带来比赛差异，虚拟体育比赛规则如何制定，这些问题还有待商榷。比如在今年6月首届奥林匹克电竞周上进行的虚拟跆拳道比拼，双方选手已经同场竞技，却不直接交手，而是通过头戴 VR 眼镜，身上绑着穿戴设备进行虚拟对抗。那么参赛应该是体育运动员还是电竞运动员？虚拟赛事的竞技效果和价值如何估量？另外，电竞运动员与传统体育运动员的培养模式差异、盈利和运用模式差别等问题同样有待论证。与此同时，当下热门电子游戏，例如英雄联盟、王者荣耀等，在顺利成为亚运会正式项目，并在杭州获得巨大关注后，能否被世人所接受，从而加入奥林匹克运动会，仍然在等待国际奥委会的进一步考量。总之，电竞奥运会的这个消息出来之后，很多玩家都是非常期待的，都会稍微畅想一下目前的电竞格局，也希望这个奥运会能早日到来。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你们觉得电子竞技有可能举办专门的奥运会吗？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欢迎在下面的评论区交流讨论，我会去挨个查看。感谢老爷收看，欢迎点击订阅，我们下期再见。